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国色风华的妆造诣出来，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不戴耳饰。近期备受关注的电视剧《国色风华》引发了一个热议话题，即剧中主演杨紫为何没有佩戴耳饰？这一点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疑惑，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在电视剧中，角色的服饰和搭配常常被视为展现角色特质和故事背景的一部分。而杨紫在《国色风华》中未佩戴耳饰的现象，引发了一些观众的好奇。对于这一疑问，有一些可能的解释。首先，电视剧的角色造型常常是根据剧情和人物特征来设计的。杨紫在《国色风华》中饰演的角色可能有其独特的人物性格和氛围，因此剧组可能故意选择不为她搭配耳饰，以强调角色的纯真、坚毅或者其他某种特质。这种剧情考虑和角色刻画的考虑可能是主导杨紫形象设计的原因之一。其次，时代背景和剧情背景也可能对服饰搭配产生影响。国色风华背景设定在何时何地，角色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角色的着装选择。如果剧情发生在一个强调朴素和古典的时代，那么杨紫未佩戴耳饰也可能是为了符合时代氛围和角色性格。另外，导演和服装设计师的审美选择也是影响角色形象的关键因素。或许在整个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导演和设计师认为佩戴耳饰可能会分散观众对角色其他方面的注意力，或者他们认为不佩戴耳饰更有助于突出角色的个性和特色。总体而言，杨紫在电视剧《国色风华》中未佩戴耳饰的现象，可能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观众们对于这一点的好奇和关注，也体现了他们对角色形象和服装搭配的细致观察。这种疑问不仅让观众更深入地思考角色形象的塑造，也为电视剧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在影视剧中，为了凸显角色的美观和形象的完整，常常会给人物搭配各种饰品，包括耳饰。然而，历史上的隋唐时期实际上并不普遍佩戴耳饰，尤其是对于汉人而言。根据历史记载和大量描绘隋唐时期生活的古画人俑，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皇室贵族、后宫侍女，甚至是普通百姓，几乎都没有佩戴耳饰的习惯。在隋唐时期，耳饰被视为胡风，而汉人一般不习惯佩戴耳饰。这种历史背景的表现方式与电视剧中对角色形象的渲染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历史剧为了追求戏剧性和美观性，可能会在角色造型中加入一些不符合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元素，其中包括耳饰的使用。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因为创作者常常需要在历史真实性和戏剧效果之间寻找平衡。然而，观众对于历史剧的真实还原度有着较高的期望。因此，一旦出现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元素，尤其是在服饰配饰方面，往往会引起观众的质疑和讨论。在隋唐时期，汉人并没有普遍佩戴耳饰的传统，因此在历史剧中为汉人角色加入耳饰，除非剧情需要或者出于美学考虑，可能会与历史事实产生一些不一致。这也使得历史剧制作者需要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慎重，确保服装搭配与历史文化背景相符，以提高作品的真实感和观赏性。在一些电视剧中，有一些例外，胡姬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著名电视剧《长安三万里》中，胡姬的形象展现了一种异域风情，她佩戴了耳饰，与其他女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设计旨在突出她的身份特殊、背景独特，从而为角色赋予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另一部备受赞誉的电视剧《长安12时辰》中，女性角色却没有佩戴耳饰，更贴合了历史风俗。在这部剧中，制作团队更加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力求呈现真实的历史场景。因此，女性角色在服装搭配上避免了过多的现代元素，包括耳饰。这种差异反映了历史剧创作时的一种权衡。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突出个别角色的特殊性，创作者可能会刻意打破历史风俗，增加一些非常规的元素。而在另一些情况下，
为了更忠实地还原历史风貌，创作者会严格遵循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服饰搭配，不给角色添加过多不符合时代的元素。电视剧《长安3万里》中，胡姬佩戴耳饰，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她的特殊身份和异域气质；而《长安12时辰》则以更为保守的方式呈现了历史时期女性的日常穿着。这种对历史风俗的尊重和还原，也使得电视剧更具观赏性和教育性，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总体而言，电视剧中是否选择为女性角色佩戴耳饰，往往取决于剧情需要以及对历史还原的态度。这些创作决策既要满足观众对美感的期待，又要保持对历史风俗的尊重，为观众呈现一幅既引人入胜又真实可信的历史画卷。为什么耳饰在汉人中普遍使用的时期出现在宋代以后呢？这一变化主要源于中国文化在宋代以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了佩戴耳饰的风俗。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和社会风尚经常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影响。在唐代，尤其是在盛唐时期，汉人的服饰和饰品往往受到古代文化的影响，佩戴耳饰并不是一种普遍的风俗。然而，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开始逐渐开放，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增多，这导致了文化的交融和转变。宋代以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一些外来文化元素逐渐被汉人社会接受和融合。佩戴耳饰作为一种时尚潮流，也逐渐传入中国，成为一种流行的饰品。耳饰不仅是一种装饰品，更成为了展示个性和时尚品味的象征。这种文化的变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历史剧《国色风华》中，注重对唐朝时期历史细节的还原，包括一些不同于当时汉人风俗的元素，是为了更真实地呈现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剧组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融入一些宋代以后的时尚元素，以更好地符合观众对历史真实性的期待。总的来说，耳饰在中国汉人中的使用在宋代以后逐渐普及，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有关。因此，《国色风华》作为唐朝时期的历史剧，对于一些时尚元素的还原，是为了更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变迁。不得不说，《国色风华》的制作团队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非常用心。他们不仅仔细考究了服饰、道具等方面，还深入研究了时代背景下的文化风俗。正是因为如此，观众们才能更好地沉浸在剧情之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国色风华》讲述了一个女子自强的故事，通过杨紫精湛的演技和精心打造的角色形象，将唐朝的风华再现在观众面前。虽然没有佩戴耳饰，但这也符合历史背景，更加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不过，无论是历史再现还是创作电视剧，对于耳饰的佩戴与否，都是出于美学上的取舍。我们应该理解并欣赏制作团队在细节把控上的用心和努力。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